你以为大雄的老妈只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吗？她不仅能在大雄上房揭瓦的时候瞬间出现，而且骂起大雄来还能句句押韵，说不定她其实是个隐藏的 rap 高手呢。吃饱睡，睡饱吃，就是大雄的日常生活。实际上他有一堆事没做，比如作业，比如棒球，但他却只是躺着，反正最后肯定会因为球技太烂被胖虎揍，作业全错被老师和老妈骂，那还不如啥都不干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大雄这一番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，听得蓝胖子的血压越来越高，一声大吼让大雄立正站好，问他能不能在榻榻米的接缝上走。大雄虽然是个运动白痴，也不至于平地走路都不会吧。接着他把大雄扔到了围墙上，要他在上面走，大雄的恐高立马犯了，要不是蓝胖子接着就要扑街了。毕竟虽然墙比榻榻米接缝宽，但这可是在墙上会出人命的啊。于是蓝胖子让他吃了一粒弄假成真丸，不由分说的又把他怼到墙上，大雄吓得印堂发黑。没想到他按蓝胖子说的去想象之后，围墙居然真的变成了榻榻米。大雄轻而易举的走了过去，可他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就被老妈抓了现行，一言不合的拖进客厅开始说教，听得大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。蓝胖子赶紧又投喂了一次，大雄把老妈想象成了麻雀，这下不仅不恐怖了，说着说着还能上天。大雄开开心心爱玩批，打算让媳妇儿也尝尝这药丸，但蓝胖子坚持以学业为重，还让他吃下药丸之后把题目想象成1年级的，果然光速做完。静香一看到大雄和蓝胖子来了，可高兴了，请他俩听了最爱的小提琴，这可是和胖虎的歌声不相上下的魔法攻击，可又实在生意难却。于是两人在快要背过气的时候，赶紧吃了药丸，把静香想象成了世界一流的小提琴家。锯木头般的噪音一下子变成了天籁之音，大雄和蓝胖子完全陶醉其中，一个劲儿的鼓掌，喜提静香好感度+1。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眼看就要到家了，小夫跑来提醒，大雄才想起来棒球赛的事，刚赶过去就挨了胖虎一顿揍。到目前为止的10连败的错，全都被胖虎推给了队友们。面对胖虎的铁拳相逼和生命威胁，大雄的腿都开始抖了，还好有可靠的蓝胖子在。大雄首先担任的是接球手，看到球飞过来他就慌了，蓝胖子马上提醒他把球想象成气球，这样就变得轻飘飘慢悠悠的，即使是大雄也能接住。接下来轮到胖虎接球，对手打出了地滚球，这种闭眼都能接住的球竟然直接从胖虎胯下钻过去了，反正是谁的错也不会是胖虎的错。现在是大雄击球，他嗑药之后再次把球想象成气球，轻而易举地打出了传说中的超级全垒打。胖虎很不服气，也站上了击球位，却光速3振出局。有了这样鲜明的对比，大家都可劲儿的夸大雄，甚至把他说成了棒球之神。小伙伴们每说一句，胖虎脸上的温度就提高1度，终于理智的弦也烧断了，抓住大雄就要打，吓得小伙伴们撒腿就跑。蓝胖子抓住时机，让大雄吃了药之后，把胖虎想象成塑料人偶。大雄抡圆了胳膊开始练拳，可以说是拳拳到肉。胖虎被打得哭着回家找妈妈，这下小伙伴们更佩服大雄了。大雄也借题发挥，开始装逼，把他们那些一个比一个离谱的要求全应了下来。可他不知道药丸就只剩1颗了，小伙伴们能帮大雄想想办法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你以为大雄睡觉只是厉害在速度上吗？真正的王者强就强在自带无敌 buff， 而且还能把伤害全都转移到队友身上。求求大雄以后还是单排吧，眼看就要迟到了，大雄还在做春梦，蓝胖子怎么拽都跟生了根一样出不来，毕竟被窝里暖和的像人间天堂。老妈马上就要上来查房了，大雄却越睡越香，蓝胖子实在没辙，只能把衣服和书包塞进被窝，又给他戴上了眼镜，赶在老妈进门之前用布团起飞杖啪的一下把大雄送走了，这才没被老妈发现。大雄边飞边睡，比光靠2条腿走的小伙伴们快多了。到了学校的天台上才醒，看到被窝回来，睡衣也换了，蓝胖子松了口气。大雄一放学就问了蓝胖子早上的事，蓝胖子表示这是未来和大雄一样懒的人发明的道具，感动的大雄眼泪都出来了，称之为人类史上最伟大发明也不为而过啊。虽然蓝胖子知道借这种偷懒神器给大雄不是什么好事，但还是由着他去了。大雄在被窝里飞过空地时，把胖虎和小夫都给看呆了。大雄本想邀请静香体验滚床单的感觉，追上来的2人说什么也要一起体验一下，静香可不乐意了，3男1女挤一个被窝，成何体统？但静香有了个更好的主意。晚上大雄睡得呼噜连天，要不是蓝胖子叫他，恐怕就要爽约了。小伙伴们都卷起铺盖走起了，人到齐了，大雄却倒头就睡。
成了小夫眼里爱睡觉觉的宝宝。除了他之外的小伙伴们都精力十足，一起穿过云山云海，来到了星空之上。胖虎和小夫玩起了被窝赛马，偶遇直升机还不忘跟飞行员打个招呼，吓得人以为妖怪出来了。静香和蓝胖子把枕头当排球打，见过滑雪滑冰的，却没见过滑云的。只有大雄像个老干部一样犯困，在睡梦中飞往极乐世界。又累又冷的小伙伴们准备回家时，才发现大雄跑没影了。这下大家只好分头行动去找他。现在正是老爸下班的点，喝得神志不清的他见被窝里的大雄从身边飞过，又扮演起慈父角色，和蔼地看着宝贝儿子一飞冲天。蓝胖子发现大雄降落到恶狗旁边，心都要提到嗓子眼了。大雄正在做无数少女为他打棒球的英姿犯花痴的美梦，抡圆了胳膊直中狗头，若无其事的飞走了，反倒把蓝胖子撞了下来，让他替自己成了犬下亡魂。大雄睡着睡着开始梦游，静香立马冲了过去，可他却脱下裤子掏出大宝贝准备嘘嘘，羞得静香抬手就是一扇，送大雄螺旋飞天。大雄方便完了继续睡觉，被胖虎和小夫抓个正着。这次大雄又梦到自己学会了仰泳，甩着花手就把两人掀翻了，连人带被窝一起砸到了神城先生家里，盆栽全军覆没。神城先生捡起起飞杖，就把两个不速之客请出了家门，把队友挨个坑了一遍的大雄还在酣睡中，跟着气流飘来飘去。大家追着大雄飞进了乌云区，睡着的他各种神躲避，反倒是醒着的被雷的外焦里嫩，还成了天然冰雕，妥妥的大自然艺术品。大雄又飞往后山继续秀，小夫一个躲避不及，撞在树上翻车了。经过必胜哥家时，他还以为自己用功过头，脑袋出毛病了，哪有坐着被窝满天飞的。就这样到了早上，终于睡饱了的大雄神清气爽，可小伙伴们却横七竖八的倒在房间里。大雄这波是献祭了队友，才给向来最贪睡的他证明。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大雄的睡神能力，大家会如何形容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一天之内像虫子一样被胖虎踩在脚下蹂躏2次是有够惨的，但那可不必，吃东西和虫子一个口味吧。大雄你可别被打得想不开啊！但凡是这种标准开局，蓝胖子就知道他又被胖虎揍了，掏口袋都成了他的条件反射动作，连手上还沾着史莱姆都忘了。大雄拿到昆虫丹如获至宝，可一听只有昆虫的力量，大雄瞬间泄了气，一边走一边抱怨。老爸听了却不赞同，比如这位蚂蚁格雷特，徒手甩飞巨象选手，又如蝴蝶般轻盈，补上蝗虫大力脚，靠独角仙般坚硬的身体给了对手最后一击，这就是蚂蚁格雷特。蓝胖子告诉大雄，狗蚁能拖动比自己重680倍的东西，蝗虫如果和人一样大，一跳就能越过9层楼，这就是昆虫的力量。他再次拿出昆虫丹递给大雄，只要吃下去就能获得5种昆虫的力量。大雄接过来一口吞了，连解说都没听，就要去报复胖虎。看着大雄像跳大神一样跑过来，胖虎觉得他肯定是皮又痒了，再加上他说什么变蚂蚁之类的怪话，胖虎直接像踩蚂蚁一样把大雄蹂躏了一番。大雄再次灰头土脸的回了家，这就是不听解说的下场。原来昆虫丹要到明天早上才能生效，因为昆虫从幼虫到节茧再到破茧而出，花上几年都不奇怪。正说着，点心时间到了，平时很喜欢吃蜂蜜烤饼的大雄一点食欲都没有，但听着门外风吹树叶的沙沙声，心里痒得不行。终于大雄再也忍不住了，坐到树上开始往嘴里塞树叶，把爸妈都给吓坏了。被赶回房间的大雄都快被树叶馋哭了，还好有蓝胖子偷偷给他带了一大堆树叶来。大雄的神情就像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似的。晚上大雄怎么都睡不着，嘴里突然吐出丝来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茧了。听这动静，大雄就要出来了。破茧而出的大雄外表上没什么变化，但他已经获得了昆虫的能力。大雄霸气地迈着外八，踏上了上学路。他唯一的目标就是打倒胖虎，连静香都不能引起他的兴趣。大雄向胖虎下了决斗书，小夫下巴都差点吓掉。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学校。放学后，大家来到了河边，胖虎都等得不耐烦了，大雄才来。而且今天特别拽，面对铁拳，大雄躲都不躲，反倒是胖虎手疼炸了。这就是独角仙的坚硬，又靠蝴蝶般轻盈的身体让胖虎扑了个空，然后用臭屁虫的气味攻击，对胖虎打出了成堆的化学伤害。蝗虫的飞踢则是物理伤害，最后再用蚂蚁的怪力，一根手指举起胖虎，把他当篮球玩。毫无还手之力的胖虎喊着妈妈逃走了。这下所有人都见证了昆虫的力量，一旦进入高光时刻，
大熊就开始膨胀了。明明是道具的作用，非得说自己是大力出奇迹，却不受控制的放出了臭屁，把大家都给熏跑了。唯一留下来的是靠着防毒面具苟活的蓝胖子。不管怎么说，大熊打倒胖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。可大熊忽然全身一震，看到捕虫网时吓得瑟瑟发抖。到了家之后，又被老妈喷了一脸杀虫剂，大熊当场醋。看来变成虫子也不一定是好事。你们觉得大熊这么做值得吗？